我现在面前的是一加刚刚发布的他们的最新旗舰一加12，3款配色，我们来盲盒开箱，先开中间这款吧。后边有个小揪揪哦，红色的，哇，这个盒子。哇，这个盒子好，然后我们先把机器拿出来，放在一边，100瓦的 Type A 的充电插头，1、2、3，当当，第一款盲盒开出了白色啊。这个手机是有厚度的，这一上手就能感觉到这个厚度啊。侧边框是银色的铝合金，背面不是那种雪白纯白，是有一点点银色的那种白。这应该是镜面的不锈钢材质。正面是一个曲面屏哦，这个手机是有厚度的。回头我要测量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啊，1、2、3，哎，哦，绿色的。这个比白色的好看，这个我一上手啊就觉得它比白色的好看，很细腻的，而且不是丝绸玻璃的一个磨砂后盖，中间有一些虎皮纹的这种纹理啊，我现在不知道官方的这个 ID 设计，而且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镜头模组内部也采用了这种相同的纹理设计，我认为绿色这款要比白色的好看。我们接下来揭晓最后一款啊，那么不出意料的话，最后一款应该是黑色。1、2、3，哎，黑色这个后盖就有一点点丝绸玻璃的感觉了。然后这里是一个黑色的不锈钢设计，它的这个黑色镜头模组内部呢和白色相同，没有太多的这种纹理和图案。这三者相比呢，我会毫不犹豫的推荐绿色啊，这个绿色是要领先白色和黑色一大截的那种好看。今天的视频我会从屏幕、游戏、拍照等几个方面来聊一聊，从11到12到底有哪些改变，再说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升级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先说外观啊，外观基本没有什么大改变啊，这回官方定调了，没错，其他厂商后置那个大圆啊是相机镜头，我们这个不是啊，我们这个是奢华腕表。咱们之前就讲过，反正跑车、包包加腕表就是目前国产5大厂商设计师特别喜欢的元素啊。我快速说一下几款配色需要注意的细节。首先，白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白，更偏近银色，很像当年 iPhone X 那个银色。我把几款白色的机型对比一下，大家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了啊。白色是3款配色里唯一一个采用光面玻璃后盖的。开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绿色的好像是最好看的，但是用了2天，冬季天气比较干燥嘛，绿色磨砂还是偏滑一点。绿色是这次最好看的版本，黑色条纹加绿色磨砂非常有质感，也是镜头模组内唯一一个玩花活的配色。这个镜头模组里拥有像这种宝石一样的渐变光泽，同时呢，光线下还有许多一闪一闪小星星，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自己在内心啊敲一下小算盘，就是你到底是想要一个最佳颜值加上最佳抗皱纹能力，但是冬天它确实有点滑的绿色呢，还是要第二好看，但是防滑手感一流，但是有一点点容易沾染指纹的白色呢？黑色丝绸玻璃不是我的第一推荐啊，但是也要给喜欢黑色产品的同学看一下机身的整个质感，感受一下这款配色的不同细节。这次呢，1加12的厚度和重量都比前代有增加，其中厚度达到了9.19毫米，是最近3款小旗舰里最厚的一个了啊。重量也要比前代增加了15克，但是经过实际测试，它是3款小旗舰里最轻的那一个。屏幕素质确实很棒，2K 分辨率，亮度超过了3000尼特。我把11和12同时放在强光下对比，大家就知道这个亮度差别有多明显了。我现在同时让2款，哇，好晒啊！我现在同时让2款手机接受充足的光照啊，接受充足的光合作用。左边的是1加11，右边的是1加12，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款屏幕的亮度。实际上呢，哪怕没有强光激发，大家只用手动调节就能把亮度调到最大，你也能够依然非常明显的看出这2款手机的亮度差距。这种高亮度可以在户外带来更通透的观感，同时呢，看 HDR 视频的时候也有着更高的动态范围。一个小细节，1加12居然在默认的动画壁纸中加入了 HDR 的亮度信息，解锁手机那一瞬间，你会看到那个手机壁纸仿佛闪烁着像宝石一样那种光芒啊！你在1加12上就真的能感受到那种超高的宝石亮度，甚至会在一瞬间觉得，哎，这个屏幕上的白色文字都变成了灰色啊。但是呢，动画停止之后，这个亮度会恢复正常。大家注意这个微博啊设置啊，现在是白色的字，对吧？看，现在是不是发灰的？哎，然后慢慢变白了，就是因为它那个高动态壁纸亮度降下来了。就我用这款手机有一个感受，就是1加生怕他们用户不知道它这块屏幕亮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HDR 的壁纸，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线下自己体验一下。屏幕功耗获得了升级啊，实测观看同一段在线 1080p 视频，相同亮度前提下，前代的11要比这一代12多消耗15%的电量，就主打一个开源节流。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1加11，也就是上一代。我现在滑动屏幕，大家注意一下
左上方这个帧率的变化，在大部分时间1+11呢是一旦你滑动就进入120赫兹刷新率，然后一旦停止就停在了10赫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来到1+12之后，看到了吗？它在不刷新的时候最低能够降低到1赫兹。然后我们滑动屏幕，看它是滑动起来之后呢升到120，然后升到120之后，当变慢的时候，它变成30，再变成1，就是有2个档位来进行切换。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 vivo X100 Pro， 我给大家看一下 vivo X100 Pro 它的帧率变化啊，也是最低的时候呢是1赫兹，然后滑动起来的时候变成120，然后再看它变慢的时候呢，它是有几个档位，120，然后80、70、60，然后30降到1。小米14 Pro 呢，在这个默认界面下呢，最低是10。然后当我滑动起来之后，看它也是有多档位的。小米的特点呢，就是即使在我滑从停止变到运动的这个状态，它也会有一个帧率变化。这3家厂商3种不同的动态刷新率策略呢，实际使用的话，其实差别倒不是很大，都非常流畅。屏幕上还有一个提升呢，就是色彩的准确性。在1+11中，如果我把色彩风格调到自然，你会发现这个屏幕显示白色呀，会出现偏绿的情况。所以说前代它的默认推荐色彩就是饱和度更高的那个生动模式，而在1+12中，随着色彩准确性的提升，终于把自然模式调整到了默认选项中。以上就是屏幕方面，我认为这次最重要的几个提升啊，确实是肉眼可见的改变，但是这些是这次最重要的改变吗？我认为并不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一加在骁龙8 Gen 3中交出了一个怎样的考卷啊？首先我们开启性能模式，原神极限画质平均帧率61.6帧，好家伙，这应该是我测试过原神极限画质最高一次帧率啊！温度实测43.7度，耗电13%。我把 vivo 和小米的数据也摆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啊。在关闭性能模式的状态下，王者荣耀平均帧率是120.1帧啊，满帧120帧。那实测温度39.5度，耗电10%。一加对于王者荣耀的调教是最近风头正劲的3款机型里最好的。微博和抖音日常使用的平均功耗呢，都控制的不错。大家还记得一加10 Pro 那一代吗？当时为了追求轻薄，一加限制了性能。导致我记得原神那时候平均帧率是46帧啊，这一次一加12没有再对游戏性能进行限制啊，放开手脚，帧率拉满。但是游戏性能是这次最重要的改变吗？我认为并不是。我们接下来说拍照啊，一加12上影像能力回归，核心就是Find X6系列的那个人像拍照算法来到了一加上。这套算法的到来，对于一加真的就是沙漠里走了1天1夜啊，马上就要渴死了。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国家5A级水库。先看超广角对比，大家看12这个色彩的油润感啊，主镜头变化倒不是很大，清晰度和色彩表现都比较接近。不过呢，主镜头在暗光下的视频清晰度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Find X 系列当中，人像表现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加11配备了2倍光学镜头，而一加12呢，这次配备的是3倍光学镜头。我给大家分别测试了一下。首先，我们在2倍镜头模式下，12的清晰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算法上会给我的小脸蛋儿刻意增加一圈轮廓光啊，它确实让我的面部变得更加立体了，但是也让我变得更黑了啊。那我们调到3倍人像之后，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大家看一下看家本领3倍人像这个边缘的算法控制，我们再看一下面部细节、毛孔的这种呼吸感，衣服的这种质感纹理，真的是继承了 Find X 系列人像拍照的光荣传统。我就是希望一加能尽快优化一下这个2倍人像啊，我其实也不用那么立体啊，我挺希望自己能够白一点的。这个环节我给大家横向对比了一下一加、vivo 和小米3家的人像，我们先看2倍算法。3家呢都是依靠主镜头裁切来实现2倍人像拍照。大家第一眼觉得这3张哪个最好看呢？2倍人像的话，一加的默认它是美颜度最高的，所以你看毛孔的细节它保留的是最少的。切换到3倍人像之后，那3颗镜头都变成了光学镜头拍照，这一组我感觉一加就强势反弹了。无论是皮肤的细节啊，还是肤色呀，包括衣服材料的纹理，都处理得很到位。和 Find 系列相同的是，人像模式在暗光环境下，因为需要更多的运算时间，所以成片率也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大家如果想在暗光拍摄，就尽量去拍摄动作定格的那一个瞬间，这样你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片效果。比如说在这个场景下，当小姐姐她们做出这种定格的动作的时候，你按下快门就能够获得一张非常有质感的照片。另外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啊，如果大家这个月有计划去环球影城玩的话，一定要去他们新搭建的一个圣诞小镇去看一场那个歌舞表演。哇，那个表演真的是太有节日气氛了。就我是在傍晚时分去的，那现场不用占座，也不用排队啊，就是都是露天，大家站着直接到那儿看就行了。我印象中包括有菲欧娜公主唱歌，有史瑞克啊，还有圣诞老人，就唱歌表演之精彩。
真的是我在环球影城见过最好的一次演出。演出之后还有漫天的飘雪，我的妈呀！我拍摄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就是当时看见大家露出那种特别真挚的笑容，我在回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也都会自己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场演出啊！去环球影城一定要看，它一天有好几场，所以大家去之前呢，先看一下那个场景攻略，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1+12这次也支持了前台 Find 系列独占的屏幕亮度信息显示，就可以在照片中去感受到你拍照时那个光源的真实亮度，更加还原现场的那种观感。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既可以有 HDR 的高动态范围，同时又可以拥有高亮光源所呈现的那种耀眼效果。可以说从1+11到1+12影像部分的提升，应该是最大的，也是最振奋人心的。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改变吗？我认为依然并不是。这次呢还有一些升级，包括超大尺寸的 X 轴振动马达。比如说电池来到了超大容量的5400毫安时啊，依然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实测5分钟充热电27%，15分钟充热电70%，26分钟充满5400毫安时啊，终于拥有了50瓦无线充电。好家伙，我一度以为一加要告别无线充电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 OPPO 在售的和一加在售的机型加在一起，是不是只有 Find X6？和1+12是支持无线充电的。可以说，如果你能够接受1+12的机身手感，那么这就是一款非常强悍的手机。但这些是这次最重要的升级吗？这些都不是。1+12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定位提升。我们看到的是欧加系的首发骁龙8 Gen 3，我们看到的是 Find X 的影像表现，我们看到的是54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我们看到的是无线充电，我们看到的是大尺寸马达，我们看到的是高素质的屏幕。在体验完这款产品之后，我看到的不是硬件本身，而是一款终于能够挣脱枷锁、双全应战的一加了。这一次加重加厚的手感，就像是钢铁侠去配备反浩克装甲。一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释放它的全部性能，成为一款拥有差异化的重装战士。我不知道后续一加的规划，但是如果能让一加去定位于旗舰芯片首发，再加上 Find X 的影像表现，然后呢让 Find 系列它去定位成熟的旗舰芯片调教，再加上最新的影像，我认为这样一个循环交替的双旗舰策略，似乎是目前最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